昨天半夜我们刷到邓峰发的视频，看完相关资料之后真的非常生气。我们相信潘虹不是故意把艾特洗死，这件事单纯是个意外，但艾特的死确实是可以避免的。说实话，很早之前我们就看过潘虹的视频，当时我们就很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看这种暴力训狗。我们觉得任何一个真正养宠物的人看到这样暴力训狗的画面都会皱眉头的，但有些人张口闭口的窝心脚、火龙果，明明是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却被拿来当玩笑开。从潘虹的直播录屏可以看到，他们用绑带把狗狗的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绑死了，导致狗狗明显的呼吸不畅和抵抗，并且作为一个专业的宠物博主，在整个洗澡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没有及时发现狗狗的不适，没有停止洗澡，甚至在狗狗垂死挣扎的时候还给上了重重的一巴掌。在潘虹团队已经发现狗狗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没有第一时间实施抢救，强装淡定，甚至还吹嘘起沐浴露非常好用，把毛结都梳开了。等到事态不对，又在十几万人的见证下假装卡顿，匆匆下播。这都充分说明了他们知道问题，但是可能他们觉得艾特会像之前一样救一下就回来了，但是这一次艾特却真的永远离开了。现在网上有一些逻辑让我们觉得非常搞笑。第一种是直接甩锅给网友的，说洗狗是网友让洗的，包括潘虹的道歉视频也说大家别去骂那些让给艾特洗澡的网友。玩互联网的大家都清楚得很，这招就是典型的矛盾转移，我们是坚决不认可的。我跟小智在直播带货的时候一样会遇到有些人在八条吃饱喝足的情况下，非要求我们把八条叫醒抱过来，非要让八条吃了他才买。但是不管有多少人提出这种要求，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种言论去强行让八条出镜，非让八条硬吃，更不会为了流量去强迫小院的任何一只猫狗一直固定在屏幕面前去吸引流量。网友们说归说，难道他们能把手从屏幕当中伸过来，把狗抓过去洗澡吗？作为一个专业的宠物博主，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自己要有判断能力啊。第二种观点是说，艾特活着的时候只有潘虹愿意养，艾特死了人人都要出来养。首先，早就有其他训犬师挑战不用暴力的方式训狗了，但是被拉黑了。其次，这和谁要不要养没有任何关系，大家是通过直播的方式看着一条活生生的命因为窒息痛苦的死了，对此抱有恻隐之心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还有人说，如果不是潘虹，艾特早就被安乐死了，是潘虹让他多活了1年。我想问，直接死或者1年里经历数次火龙果窝心脚，最后在窒息和恐惧当中死亡，换你选哪个？而且这些暴力的行为目的不就是为了矫正艾特咬人，让他有机会活下去吗？但艾特反而因为这些暴力死掉了呀。而且艾特所有十恶不赦的描述都仅仅是潘虹一面之词，艾特的原主人也发文声明过，根本不存在什么咬穿屁股把手咬骨折。那到底是谁在撒谎？撒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算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这样残忍的对待能称得上救助吗？信阳猫车我们接手的这几百只猫里也有很多丧彪，想让他们活下去，可以选择打服它，让它怕你，强行让它和人待在一起，也可以选择让它自己待在笼子里，你给它管吃管喝，然后大家互不干扰。就看你做出选择的时候是从猫狗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流量的角度出发了。如果艾特能选择，那他会怎么选呢？在艾特死之前，其他狗狗的死亡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还看到一段潘虹本人的采访，他自称会把死掉的母狗和没有繁育能力的狗直接卖给狗肉车，我们真的大为震惊。且不说这个操作合不合规，一个爱狗人士真的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吗？作为宠物博主，我们的宠物给我们提供了流量，带来了收益，对于他们，我们最起码的尊重和善待是应该的。连死后的躯体都要拿来变卖，连安葬的资格都没有，实在是太让人寒心了。我们一直相信宠物和人一样，需要正确的引导，在猫猫狗狗小的时候，一旦出现伤人的行为，就得马上制止。所有成年以后还伤人的猫狗，大部分都是主人的引导不当导致的。在小的时候觉得它可爱，咬一下无所谓，舍不得制止，等到长大了，坏习惯养成了，咬人挠人更疼了，开始出血了，就成十恶不赦了，就安乐了。如果没有能力去养好宠物，就不要养。宠物是分不清对错的，它们的行为一部分是天性使然，但更多的是取决于主人的引导。最后我们还想说，一个拥有如此多粉丝的超头部博主，自己曾经因为暴力伤害入狱，现在又在视频里和直播当中大肆的宣传暴力内容，甚至创造出火龙果、窝心脚这样残忍的词汇用来娱乐，并且潘虹本人还多次出现了引人不适的低俗言行。其经营的公司存在官司纠纷，还因为销售过期饲料被处罚过。
这是作为公众人物的一个错误示范，是对那些还没有建立完整价值观的青少年的荼毒。我们不否认潘虹之前救过狗狗，也不否认他们曾经对狗狗的付出，但是我们坚决抵制暴力崇拜，抵制所有的虐杀行为。信阳猫车拦截下来的猫咪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这条视频会解答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在我们赶到现场之前，也是通过大家口口相传了解到的是2000多只猫和200多只狗。在到达现场以后，我们和志愿者具体沟通，因为数量太多，他们当时只能按照笼子的数量来大概计算，一共是有2000只猫狗，但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在鸡笼里面非常拥挤，因为挤压和生病死亡的猫咪大概是有100-200只。更换笼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猫非常凶，咬伤志愿者之后就逃跑了，这些逃跑的也有个几十只。转移完毕之后呢，我们一只一只数了一下，现场是还有996只猫咪，加上已经送往医院治疗的猫咪，一共是大概1050只左右。目前200多只狗安置在信阳市犬只收容中心，1050只猫咪在信阳市恒丰建材广场。我们过来的时候是带了1600斤猫粮，在事情发生以后，有很多咱们猫咪小院合作的品牌都主动联系我们了解情况，还支援了大量的物资，还有非常多的粉丝自发的往这边运送物资。现在很多东西已经放不下了，所以我和小智在旁边又租下了一间仓库，这样呢，后续到的物资可以先存放在这里。短时间内物资是够用的，但是长时间来看肯定是不够的，毕竟猫咪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光猫粮一天就要消耗掉好几百斤。目前猫咪的状态还不稳定，还需要志愿者们用猫瘟试纸确定猫咪的健康情况。而且呢，目前所有猫咪都属于正物，大家想要领养和认领猫咪的话，可能需要1周以后。其实跟大家看到的一样，这里只能说是短暂安置猫咪的地方，这里不通风，空间也不够，整个房间的味道非常刺鼻。信阳市目前只有信阳喵之家这一个流浪猫救助站，他们基地原本有200多只猫，条件已经很艰苦了，但事情发生在这里，他们又必须出面来接手这些猫咪。但同时呢，他们又没有能力去安置这么大数量的猫咪。现在热度还在，还有志愿者陆续过来帮忙，但时间长了肯定会有问题的，所以还是希望周边的救助站都能够帮忙过来分流猫咪。在这边这2天，我们看到的志愿者大部分都是女孩，各种脏活、苦活、累活，大家是一句怨言都没有。我跟小智在私下聊天的时候都在感叹，其实很多女生和我们以为的那个柔弱的形象真的不一样。很多志愿者在过程当中受伤，防抓手套被咬穿流血，也只是转身擦了碘伏，然后又回来继续干活。他们的坚强和勇敢应该被大家看到，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点赞。因为我们自己还有30多只猫咪狗狗要照顾，不可能一直待在这边，大部分的工作还是要依靠这边的志愿者们。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听说驻马店市又拦截下了几百只猫狗，目前协商的情况好像不是特别理想，希望驻马店官方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有相关的条例出来保护毛孩子们，但是这一天可以来得更早一些吗？报警！今天只能让8条和猪蹄儿在院子里玩一小会儿，因为待会儿我跟小智要去救助站，那边的猫咪和狗狗很多，为了安全起见，不能带上它们。回去吧。磨磨唧唧。猪蹄儿，你也回来，快点。这个救助站在河南安阳，离我们170公里，开车过去要2个多小时。救助站里有200多只狗和20多只猫，因为空间有限，还有一些附近闲散的猫猫会固定过来蹭饭。你话好多啊！这只大橘的话真的很多，我们一过来它就一直喵喵叫要吃的。救助站的大姐给他拿了个鸡腿，旁边的狗狗全都围了过来，但是鸡腿已经不够给他们分了。我跟小智前后也帮助了不少救助站，每一次我们都是亲自来到救助站跟负责人见面交流，然后再决定送粮。通过面对面的沟通，还有对细节的观察，就能大概判断出救助人是真的爱动物，还是有一些别的什么目的。我跟小智也希望我们的爱心都能用在真正对的地方。其实每一次到救助站，我们都能收获很多故事。这只叫玉米的狗狗，它的前脚掌都磨没了，因为当时它怀了孕，天又冷，无家可归的它为了生下宝宝，在玉米地里刨了个坑，生生磨坏了爪子。现在它和它的宝宝都在救助站，它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我们还在不同的救助站听到过相同的指责，总有人站在制高点上去要求这些救助人们要科学养宠。比如说，每只狗狗要有平均的活动空间，要有各自的碗，要定时驱虫，还要定时出去遛。
明明别人为了活下去就已经拼尽全力了，你却在那里教导别人要怎么活才精致，这真的很可笑。咱们小院现在30只猫咪狗狗，我跟小智都会时不时叫错名字，但救助站里面这200多只狗狗和猫咪的名字，还有它们身上的故事，大姐居然全都记得。了解完救助站的情况，我们就回来准备猫粮了。猫粮一共有5吨，我们会先给救助站的大姐送1吨过去。臭猪，臭猪去帮忙，去帮忙去，快去，快去帮忙。过来帮忙。知道了，我来了。这次的猫粮是乖宝旗下的百萃捐赠的，他们有大厂背书，品质可靠。选择他们也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流浪的毛孩子都能吃上品质稳定的放心粮。路程远，等粮送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看得出来有几只狗狗已经迫不及待想吃2口了。那只话很多的大橘也默默守在房顶上，相信这回这粮食就不会像鸡腿一样不够分了。我们还在旁边的田里看到了好多小手店，估计他们也都是听说有粮了，所以过来准备蹭饭的。临走的时候，有一只调皮的狗狗突然跑出来了，给大姐急坏了。好在最后我们还是把这只狗狗找回来了。大姐说她来的时候就带着脖圈，应该是有主人的，可能是跑丢了。如果狗狗的主人你正在找它，那我们也希望它能回到自己的家。哎呀，你这么办？你跑丢了又没有主人了。都说猫有9条命，以后你可就剩下8条喽。小豹子来家的时候刚1个半月，每天还在喂它喝羊奶。之前的视频有说过它有吃猫砂的毛病，但因为它一直活泼好动，所以我就并没有当回事儿。它到家的第3天晚上凌晨3点钟，我正坐在沙发上打游戏，它趴在我腿上睡觉，突然间它就吐了，紧接着就是走不了路、抽搐，而且瞳孔放大。我当时吓坏了，就赶紧打车去了最近的一家24小时宠物医院。在路上我就跟室友商量好，到了以后如果说医生要求我们抽血检查，坚决不能同意，因为它太小了，而且状态这么差，如果再抽血的话就必死无疑。现在能做的只能想办法先把它的命吊住，等它缓过来以后再说。到医院以后，医生初步诊断他有抽搐、流口水、失去视力、对外界刺激没有反应等一系列的神经性症状，提出了对他进行抽血检查，并且还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我们当时很坚决地拒绝了抽血，要求医生给他输葡萄糖和生理盐水。医生拗不过我们，只好同意了。这个时候其实我内心真的是麻木的，因为发生的太突然了。前2个小时他还在我旁边活蹦乱跳的，然后突然间他就变成这样了。我也不知道输液的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只能在旁边默默地祈祷。早上7点钟他开始缓过来了，而且恢复了视力。我当时真的太激动了，我真的好害怕这个小生命就这么消逝了。我也特别害怕，特别担心他的余生只能在黑暗中度过。中午11点，他恢复了体力，而且已经开始活蹦乱跳了。看到他缓过来，我们就决定进行抽血检查，找到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1000多块的检查费告诉我们，他贫血、营养不良、低血糖，就再没有别的了。不过也算花钱买了份安心。回到家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换掉了猫砂，然后给他喂了奶和鸡胸肉。到现在已经过去1周多了，小家伙非常结实，而且特别能吃。因为他少了1条命，所以我就决定给他取名叫8条。但是我室友说8条太难听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啊？8条实在太像一只狗了，每天都得遛，在电梯里面就急得嗷嗷叫，一开电梯门带着我就冲出去。我都不知道家里猫砂盆有啥问题，它非得憋着出来上厕所。路上遇到一只特别欠的狗，这只狗当着8条的面尿了一泡，光尿就算了，还嘲讽8条。8条心想这谁能忍，然后就跑到刚才那只狗标记的地方也尿了一泡。正常猫都应该怕狗才对，但8条它不，它特别爱跟狗玩。结果那小狗害怕，不敢跟它玩，看着人家离去的背影，8条嗷嗷搁那哭。我看以后也别叫它8条了，就叫它8条狗吧。你见过洗澡这么享受的小猫咪吗？下午带8条在小区里看小朋友玩水，结果一不小心它就湿了，然后我就赶紧把它带回来洗澡。看他那小表情，好像在说把服务都给爷安排上。再来个头部按摩，小玩具也得安排上。好了，别玩了，把头抬起来冲干净。也太享受了。大玉米旁边办了个宠物展，是能带宠物进去的。这种场合怎么能少了8条这只社牛猫呢？
终于进来了，先带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玩的。门口这边有一个宠物套圈，待会儿可以给8条套点零食回去。展厅最里面有猫咪比赛，感觉各种各样品种的猫在这都凑齐了。这个是狼猫，长得好独特，就是有点不好看。这个品种没见过，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这个是最近特别火的玩具虎，看它身上的花纹就像老虎一样，非常特别。玩具虎开始比赛了，想象一下遛这样一只猫出门肯定超级拉风。但是这个品种有一个缺点，就是贵。因为我们来的太晚了，8条已经参加不了比赛了，所以我就带着它，他带着我到处溜达。这8条逛展会跟回自己家了似的。你咋见人汤没往里钻呢？他主要是见猫砂了。看了猫砂想试试。对。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脸皮厚到自己去找别人要吃的，直接跳人家凳子上去了。你说这样人家能好意思不给他吃吗？8条脸皮真厚。然后8条在这儿还成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你们家猫咪胆子好大呀！其实是脸皮厚。然后8条交友还是有原则的，他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狗狗交朋友，像这种体型大的狗，他根本就不搭理人家。他还特别爱凑热闹，哪人多他往哪儿钻。你这还凑热闹？咪咪，来进来。你的猫可以放下，我说没事。我怕它欺负小周。它猫打不过它。啊，是吧？对，猫打不过它，是吧？对。你看它还真是的，你看给它吓的。我跟你说，我最爱看那种遛猫真帅啊！今天也逛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家喽，拜拜。别人家的猫击掌。我家的猫击掌。8条，击掌。真乖。之前一直给8条戴的这个牛皮的脖圈，今天突然发现它脖子后面的毛都被磨掉了。没事，8条，想开点。人到中年，猫到中年，有些事情就是很突然。抱着8条在网上看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满意的脖圈。于是，我觉得我一定是疯了，才买了个这么复杂的编织绳。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即将从纺织厂退休的80岁的手脚僵硬的老年女工。好在这个编出来的效果看着还行，给8条戴上，这回脖子肯定不会秃了。给我看，剩下的材料又给自己编了一个主仆同款手环，美滋滋。击掌。我一直都对猫咪小院的围栏高度挺自信的，因为它就是按照我们家猫的弹跳极限来设计的。但我万万没想到，我低估了8条的攀爬能力。它就用了几个垫步，就很轻松地顺着围栏爬上去了。为了避免它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跑出院子发生危险，我赶紧就把围栏进行了加高。这样8条应该就蹦不出去了。Tomorrow。围栏怎么变高了？跳啊！你咋不跳了？跳不上去了吧？本来我还挺得意的，结果一转眼的功夫，8条，真是防得了东边，防不了西边。然后我只能在这边围栏的顶上又加了几块板子，这样看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如果以猫的视角往上看，就会发现，哎，上面被挡住了，然后它就会失去往上跳的欲望。这个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8条在这已经研究半天了，感觉哪它都跳不了，然后他就只能放弃了。小样儿，跟我斗，还有什么花招你就使出来吧。我在院子里给8条他们搭了个小猫屋，软装已经到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雨还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为了不耽误8条他们入住新房，我连夜在猫房子里给他们组装家具。除了这些爬架，我还专门给他们买了个跑步机，因为8条绝育之后，体重从11斤直线飙升到了15斤，必须得控制一下了。3个人装了整整4个小时才弄完，再把爬架固定到墙上，就大功告成了。家具弄完，8条他们也入住进来了。这个时候幸福感满满，因为这就是我脑海里期待的温馨画面。对了，得赶紧带8条试试跑步机。
这个小机灵鬼教了2下就立马学会了，只要他能坚持锻炼，我就不用担心他变成一只宝猪了。突然就感觉很羡慕8条啊！你说他年纪轻轻就有房了啊，不仅有房，他还有车呢，妥妥的喵生赢家呀！8条不是特别喜欢拉小推车嘛，没事还能帮我拿快递啥的。自从我在院子里给他盖了个小茅屋之后，你们都说那个小推车已经配不上他了，所以这个新座驾总能配上他了吧？感觉8条现在心态都不一样了。先让8条在院子里熟悉一下他的新车。走吧，出去试试吧。走起。看8条那小样，坐上新车立马开始威风起来了。等他熟悉完之后，还能开车带着我一起走。哦，这回再让他帮我取快递，我就不用再心疼他拉小推车太辛苦了。郑州这几天一直在下雨，院子里的喵们也都躲在猫屋里不出来了。因为下雨不能出去玩，8条就只能在家里带几个小猫。这俩妹妹给他折腾的连觉都睡不好，就赶紧过来求我带他出去玩。但外面下雨怎么出去啊？我给你开个罐罐好吧？本来是给8条开的罐罐，结果吵吵和浅浅都过来抢，8条就很懂事的把罐罐让给他们了。然后我就赶紧给8条重新开了一罐，里面还专门给他加上了 WeCare 的磷虾油。这款磷虾油8条已经吃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毛发明显变好了，掉毛量也变少了。磷虾油的吸收率要比鱼油高很多，咱们院的猫现在每天都在吃，而且它适口性也更好，像吵吵他们看到这个磷虾油的胶囊都直接上嘴啃的，吃的可香了，吃完还不忘把盘子都舔干净。这橘猫也太能吃了，他们把自己盘子里东西吃完以后就过来扒拉8条，恨不得从8条嘴里抠点好吃的出来。8条都烦死你俩了，怎么那么贪吃啊？刚才给他抠他的嘴，那不疼吗？啊！真是2个饭桶，简直。疼。臭8条。这几天咱们小院的泳池还有鱼池都已经在动工拆除了，拆完以后呢，这院子就跟废墟一样，特别脏。所以呢，我妈就把小胖先接回原来的院子了，等我们这边装修好了再把他接回来。之前就老有人问，为啥在院子里我还非要把小胖拴起来？因为小胖他把谁都当好人，跟着别人他就跑了。我们已经出去认领他好几遍了，找到他的时候呢，他还赖在外面不走，一堆人围在我们旁边看笑话，真太丢脸了。最后还多亏是拖把跑过来，叼着牵引绳硬给他拽回去的。当时收养拖把的时候，我们还在说他连个家都不会看，看来这关键时候还是有点用的。不过现在拖把和抹布也一样是拴起来了，因为他俩一到饭点就跑到镇上去要饭。就因为他们仨，我跟小智都快在镇上出名了。吵吵回咱们小院有半个月了，这2天呢他又开始不好好吃饭了。我怕他是因为看见其他猫在外面，就他被关着，所以不开心，就把他放出来了，想让他适应适应。一出来呢就忙着到处磨爪子，看来在里面真的是憋坏了。叉叉，你心情好点没有啊？开心啦。吵吵是有单独加餐的，但其他猫都还饿着肚子呢，再不喂啊，他们都该不乐意了。给他们吃的这个是麦麸迪的 buff 烘焙猫粮，麦麸迪尊重犬毛天性 ，buff 丛林食谱，科学配比肉骨内脏和天然植萃，一口吃下去的是整只猎物的营养，天然草本组方能让猫猫的状态更稳定，给它们吃起来也很放心。吃饱了以后，这群臭猫就都排着队在门口盯着院子看，看得出来他们都很想出去。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加快进度，等院子装修好了，就能让他们都去院子里玩了。最近大脸盘子跟短的是天天黏在一块儿，你俩害不害臊啊？啊！要你管！大脸哥哥，你干啥呀？能不能正经点儿？哎呀，哥哥，你这也太肉麻了。大脸盘子明天已经开始受不了了，我可真是服了。短短，你大脸哥都烦你了。你胡说，才不会呢。这边东东正在给汤老二舔毛呢，短短突然就跑过来了，可能他是想试一下大脸盘子的反应。东东哥，然后大脸盘子那表情明显是生气了。你管谁叫哥哥呢？他刚才就叫你哥哥是吧？看我不打死你这个狗东西！你有病啊！是他叫我，又不是我主动的，真是没天理了！一声哥哥，让2个男猫为我大打出手啊！好啦，大脸哥，我就只有你这一个好哥哥。
那行吧。有时候真想咬死你。感觉前2天树叶还绿着呢，一瞬间冬天就到了。咱们院这些小家伙都还好说，但是天一冷，外面那些小流浪的日子就很难过了。5.8商丘猫车的事件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现在那边有400多只猫猫都陷入了粮食危机，所以我和小智就过来看看。刚到地方看到的全都是残垣断壁，我们找了很久才终于和这边负责的小姐姐见到面。你好呀。小姐姐说他们俩是专门负责迎宾的小狗。当时猫车事件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关注，但随着热度降低，人手物资都严重紧缺。现在虽然偶尔还有志愿者过来帮忙，但是能坚持每天在这里的只剩下了小姐姐一个人。她只有20多岁，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流浪动物基地负责人里面最年轻的。原本做化妆行业的她，现在却蓬头垢面，每天和几百只猫待在一起。小心一点哈。到2楼以后，我们看到了很多志愿者送过来的被褥，上面蹲满了猫猫。那同时也是小姐姐晚上睡觉的地方。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姐姐说她每一天都想放弃，因为太辛苦太难了。她无数次的跟自己说，今天喂完它们，明天再来我就是狗。结果现在直接住在这儿了。救助站附近还总有猫贩子布下诱捕笼，那些被抓住的猫咪会以7块钱1斤的价格运到别的地方。这些猫咪当中也有被别人视若珍宝的家人。还有这一个蜷缩在这儿睡觉。睡这么香啊？你睡这么香？好了，吓跑了。我们正聊着天呢，一只小橘子突然跑过来跟小智撒娇，然后它还直接爬到了小智身上。哎呦，你这上身上来了都。这赖上了，这就赖上了。我们就在那感叹，我两个真是吸橘体质。话刚说完，就一只小奶牛也跑到了我腿上。你也过来了？这个小家伙是在猫车上出生的，现在都已经这么大了。到怀里以后，它还一直蹭我的脸。看他俩这么主动，我跟小智也心动了，就打算把他俩带回小院。名字也在当场就想好了，一个就叫往身上爬，另一个叫往脸上蹭，小名就是爬爬和蹭蹭。救助站一直都是过来送猫的多，但领养的人很少。其实大家如果想养猫的话，真的可以过来看看，找到一个跟你有缘的，把它带回家。楼下的铁锅里煮了几块鸡胸肉，有一个小家伙迫不及待的在那偷吃。现在他们吃的大部分都是馒头和鸡蛋打成的糊糊，因为猫粮不多了，都得省着等上冻的时候再喂给他们。了解完救助站的情况，当天晚上我们就把4000斤猫粮送了过来。乖宝百翠一共给我们寄了1万斤猫粮，上次给安阳那边的流浪动物基地送了2000斤，现在天冷了，我们就又送过去2000斤，还有2000斤要给郑州南边的三好那里送过去。三好这边是山区，非常偏僻，送粮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了羊群拦路。在城市里待久了，碰到这种画面真的会忍不住下来看一会儿。这1万斤猫粮送完，相信有很多小家伙都能安稳地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了。干啥？又想出去玩啊？啊？不行，不能出去玩。等一下带吵吵去复查呢。吵吵最近不是不好好吃饭吗？我们量了下他体温也比较高，所以就约了医生把他带过来复查。他之前肺部那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所以刚到医院他就有点咳嗽。检查了一圈下来，还是听到了我们最不想听到的消息，就是他的病情又有了反复。有不好的情况有。他已经在医院里度过了1大半的喵生了，我们不想让他再回到那个小小的隔间里，同时我们也不想放弃，所以这次我们决定把他带回家，针我们自己来打。咱们院的猫多，为了不让其他猫影响到他，我们就把办公区给隔出来了。吵吵喜欢围着人，这样小助理们每天可以陪着他，也方便观察他的状态。因为生病的原因，现在整个小院就属吵吵的毛发状态最差了，所以呢，现在每天我们都在给他喂乳化鱼油，这款是8条和新时代联名的。它这个乳化的工艺可以让鱼油的适口性大大提升，喂起来呢就跟猫条一样简单，美毛减少掉毛的效果更好，猫咪的接受度也更高。而且呢，这个里面还添加了虾青素和乳铁蛋白，对猫咪和狗狗都很好。这个臭猫，它天天小心思太多了。
不气了，我抱抱好不好？来，我抱抱，你站起来，站起来抱抱。这个臭蛙条的简直就是个醋坛子，因为刚才喂了吵吵了，就必须得回来再喂它一遍，不然它就生气，怎么哄都不行。这回不气了吧？啊，那抱抱吧。哎呀，臭猫，你呀、你就是个小醋坛子，是不是？一不让出去玩就去球。最近不能出去玩，尤其是不能出去玩的时候乱吃东西，听见没有？我是说不能出去玩，然后不能出去玩的时候吃东西，不是让你吃东西出去玩。臭猫！今天我是一睁眼就看到了广州那边投毒的新闻，然后还看到网友分享的图片标注，真的心一下就揪起来了。最近真的有非常多的猫猫和狗狗被毒死，其中被毒死的甚至还有治疗犬，有一些都根本没有误食，单纯就是闻了闻就中毒了。所以大家最近尽量先别带狗狗出门了，如果要出去的话，一定要戴好口套，然后把绳子给收到最短。自从上次小熊孵宝的事情之后啊，我跟小智其实一直都没什么安全感。光是我们换院子以后，在装修期间就出现过好几次有人把猫扔在我们这儿的情况。我们也担心啊，那如果有坏人要扔进来什么不好的东西，再被八条和猪蹄他们误食了怎么办？所以这些问题从最开始我们装修院子的设计阶段，我们就一直在考虑。之所以装修的进度这么慢，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要考虑很多因素。首先呢，现在院墙是已经加的足够高了，这样呢猫出不去，人也没那么容易翻进来。院墙为了美观，留的是有窗户和窗花的。等窗花安装好以后，我们还会再加一层玻璃，把这个窗户封住，这样避免有人丢东西进来。院子里面和院子外面，我们都会安装无死角监控。院墙的顶上呢，现在我们也在考虑加装红外线的警报系统。咱们猫咪小院到现在已经有30只猫咪狗狗了，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无休止的收养下去。但是已经来到小院的这些毛孩子呢，我跟小智都会努力的给他们提供好的、安全的生活条件。我知道去提醒那些有心之人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只有法律才能约束他们，所以我只能再和咱们养宠的大家唠叨一句，要保护好自己的毛孩子。当然，那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们最近也得小心，千万不要让你家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乱捡东西，因为有一些物质是光接触到或者是闻到了就有很严重的后果。